自从现在企业圈听到小米都会害怕，过去非常害怕，为什么？你只要做了什么，那个地方都会变成红海。你做手机，那个地方变成红海；你做家电，那个地方变成红海，无孔不入，有够强。但是小米踢到铁板，铁板是什么？电动车。对，为什么讲电动车？因为连雷军都受不了了。雷军呢，在这一次的演讲上面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现在小米受到了狂风暴雨般的质疑、批评跟指责，我跟同事们一样，我一下子就懵了。”然后他后面讲的这句话最微妙、最闲言闲语。他说：“造车遭遇交通事故在所难免啊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场事故的影响如此之大，对我们小米的打击也如此之大。这起车祸是什么？就是 SU7。SU7 怎么样？”你烧死人了，这事情能不大吗？对，没错。实际上，雷军过去在做这个手机啊，做家电啊，做什么东西都是顺风顺水。结果他就说，我们要跨入这个汽车市场，他觉得汽车市场一定也可以做了，然后推出了 SU7。SU7 人家就说他跟这个保时捷非常像嘛，说向保时捷这个致敬。他还说，我是参考了保时捷的设计，就没想到卖的也不错哦。他在3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车祸，就是3个大学生呢在高速公路上面来说话，撞到这个水泥墙，撞到水泥墙之后车打不开，就3个人就烧死了。3个人烧死了。原本这件事情来说话，一开始媒体的讨论是说，那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？就没想到后来问题会出现到变成舆论的风口浪尖，是在于说。这3个的家属就说：“小米发生事情的时候都没有跟我们联络过，联络都没有联络过。那小米也说，我们没跟你联络，因为这不见得是我们的问题啊，搞不好是你们操作的问题啊。他把那个问题推到这个肇事者，就是说3个死亡这个者的这个身上，所以整个大家就受不了了。对，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小米连批评都不能批评，而且网络上有人似乎在屏蔽掉批评雷军跟批评小米的这些事情，很多人很生气啊，说明明死的是3个这个大学生，然后你为什么我们连小米讲都不能够讲？所以整个完全大家都炸锅，大家反而都开始这个唾弃小米，就是说你这干嘛是这样？你是欺负我们你卖给我们烂车，那我们还要这个受你的气啊！我当初失火的时候门没办法开，我早就逃了。对啊，所以就这样子啊，所以大家现在就把这个为什么这个雷军还说我这一阵子好累，我觉得这个受到很多人的指不好意思。你手机不会死人，你这个家电不会死人，车会照死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就雷军好像当成是我谁也没想到这个对我们小米打击如此。我跟你讲，任何一个公司车你只要发生这种事情，你车就是倒闭了，而且不用讲啊。而且他现在完完全全出大事，是每一个人都说对 SU7 怎么样？我今天退车啦，对，我不开了啦。对啊，但你知道小米什么意思？小米说没这回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退订后，我们小米会有业绩的问题。那你看官方的目前的立场，也就是说，你看小米的这个车主要求退车，然后市政府的这个北京市政府的监察部不予立案哦。等一下，他说没有这回事哦。政府在造小米，对，政府在罩着他，所以这个让很多民众不能够接受，就是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错其实可能错在小米啊。结果你没想到，连我们要退车都不能够退车，很多人就说，你看这它的这个汽车灯。汽车灯的前面这个地方，你可以仔细来看哦，它这没有平整照了，你仔细看，我们照近一点，你仔细看，这个歪七扭八这样，人家就说，你看歪七扭八有问题，人家就说这个太烂了。然后结果这个很多这个在造车的业者就说这一看就是不会造车，他没有把这个边磨得非常好，而且你要预设这种所谓的可能会热胀冷缩的这种，你都没有想到，所以等于简单来说就是你造车工艺太差，你要长处上路好。那因为我就讲为什么政府要造它，因为政府现在知道，雷军是民主的骄傲。你看，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，2月17号的时候，这个习近平有名气座谈，你看他跟谁握手？他跟雷军握手啊。好，那当时有谁？有什么这个任正非啦，然后比亚迪啦，然后新希望等等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所谓的雷军就开始等6位名气负责人代表先后发言，他有发言然后他在这个会议上面跟习近平握手所以他现在出事了。你觉得中国要不要照他？当然要照啊，不能不照他。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壮举，雷军现在说，我们现在要做我们的自研的手机晶片，叫做 SO10的玄界01，然后在5月要发表。所以你看，现在习近平最看重什么 IC 啊？对，你是晶片你自己要做一个晶片那当然习近平要挺你啊。所以现在你有这个所谓小米的问题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管。你看。中央政府自己说你们这个都不立案，你晓得这怎么有可能不？人家要退货，你居然不让人家退货，哪有这种事情？好，那你讲，因为他的这个民族，因为他是民主的企业家，所以你不能够质疑他嘛。好，那我们就讲，事实上我觉得雷军也很好笑。他前一阵说什么？因为他之前有公布财报，
公布财报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去年大概约莫是以这个小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，它的这个净亏是62亿，就是小米的汽车。对。然后它交了大概约莫24.8万辆，然后也是算下来的话，一台要亏4.53万，大概折合新台币是19万。我卖一台亏19万。对，他自己还说，我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做一台赔一台，我都没有关系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现在是做一台赔的，现在是民众赔了，你知道，民众要退货还没办法退，到底是谁赔啊？现在你等于是你硬要人家买，所以就变成是这样，大家无法接受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小米不能这样？因为事实上，因为他在造车压了太多钱。你知道这几年的时候，他几乎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造车上面。他也自己盖了工厂，在北京有工厂，在很多地方都有工厂，然后投入了大把经费在这个地方。他现在头都洗下去了，你觉得他有可能会不让中国会让你不能做吗？不会啊，所以变成是说，他现在等于是他跟中国官方是绑在一起，中国官方不可能让他退，然后他也不可能退。那你倒霉的是谁？退了哪来的钱给这些民众？那倒霉死都不给啊！倒霉的是谁？当然是民众啊！倒霉是民众，消费者最倒霉，去最信他的最倒霉。虽然跟你说这件事情可能会让小米的品牌会受到前所未见的冲击哦，因为过去你手机能退，这个智慧型手机能退，家电能退，为什么车不能够退？哪有这种事情？所以呢，现在大家都对小米的形象变得非常糟糕。好，那我讲这时候呢，就有一个企业的逆势在这个反攻小米，谁呢？Toyota 这日本的 Toyota， 它目前为止来说，就在这个中国推了一款 SUV， 这一款就叫 BZ3X 的这个 SUV， 然后还搭载辉达 Driver 的 Agent 的 Orin X， 这就是所谓的自驾车的心脏。所以等于通讯晶片是用这个骁龙高通的，然后这个所谓的它的心脏，有辉达的心脏是用辉达，所以好啊。很好，所以他就说这个晶片可以处理的大量的这个数据，然后支持车辆的各种功能，包括自驾啦，还有车辆控制啦，还有包括说像这个系统等等。所以等于这一台呢，你看它在中国上面跑得非常好。那有人就说到底是真的那么厉害，还是假的那么厉害？简单，他又拿到了什么地方？他又到重庆去测试。各位你要知道，中国路口最复杂就是重庆。如果你有去过重庆的话，它是怎么样？你以为你在25楼的时候，你以为你是已经到顶了？不好意思，你25楼是人家的地下室，它就是一个3层。然后路的时候，路是那种立体的路，有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交流道，它一共出口有20-30个。那然后他们这里面来说，它都是在。有时候山洞，甚至他们的这个所谓地铁还会穿过人家家，而且这个路超难开，对，里面呢密密麻麻呢，是左边右边，有时候有个停车场，有时候有个岔路，是，就算自己看，也会完全不知道怎么开。而且你知道这是在什么地方？这是在室内哦。对，那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导航的话，在室外才能够，但是它这要展示什么？展示说我这台日本车，我在室内一样可以导。对，所以它等于是说跟你讲，哇，那功能好到什么？你在重庆开车都没有问题啊。所以等于是说，你看他就是要这样子宣传他自己哦，他就说，你看我连在重庆迷路，我都可以用我的自驾车，用我的导航，我能够找到我的出口，告诉你Toyota这台车是多厉害。好，那我就讲嘛，重庆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。如果大家有去过重庆的话，你就知道哇，它整个就是个3层。3层来说，你看它光是一个循环的道路，你看你以为这是一个平面吗？不是，它这个可能你往下走是不一样的高度，都不一样的高度，它是路是乱七八糟的一个状况。这个就是他们的解放碑地下环道，密密麻麻的，对，没错，知道怎么开？对，它开下去还有这样子，就是说你开下去，你要到别的路的时候，你要先坐个电梯。坐个电梯到别的路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路不是在同个平面上，我们一般都以为是路是在同个平面，没有他可能这一条路到这个地方来之后，就到了一个人家家，你以为到人家家没有？你要坐电梯下去之后，才又重新是这条路，所以它的路很复杂，它是这个所谓立体环绕的一个路。而且最好笑的是什么？现在连重庆的在地司机，我们看到那个画面，对，他说：“你愿意载我去吗？”哦，不要，为什么？我不熟啊。对，他可能只有针对某些区域非常熟，他别人没。如果不熟的地方，他绝对不敢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重庆的路实在太过复杂。好，所以你看，Toyota这一次敢跟你说呛下，说我在这个重庆都能开得过，所以他就告诉你他的自驾非常厉害。玉凤，现中国的经济也完全要崩溃嘛？我们昨天还在讲什么？黄金疑似是假的，一抓里面怎么会有一些微博的杂质？还有人什么？我今天我要去领钱，完全被拒之在外面。而现在对于中国来说，更多的是什么？维权。尤其在哪里？在陕西，你从来没有办法想到一件事情，在陕西发国债哦，人民最相信就是你国家不会骗我，大家把一辈子的钱都投了进去，才发现
你国债说爆雷就爆雷。最近来讲的话，陕西的财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啊，而其中来讲的话，引发第一个雷的就是这一个投资国债，让我们共筑美好。你想想看，陕西国债，你听起来这不就是政府担保的吗？国债的利率不高，但是呢，我有政府的保障，我把我的这些老本丢进去，肯定没问题吧？结果没有想到呢，这个国债呢，经纬国债竟然最近发不出钱来了，不只是停止兑付哦，连它的债息也都没有发了。所以呢，大家跑去哪里？要上访啊，到陕西的市政府门口就抗议哦，维权。对，抗议之后呢，警方就开始出来了。一开始大家还以为说，来，警察同志来帮助我们一下，就不是。叫你们闪开。好，那重点来了，你到底国债怎么会出事？你知道吗？在一抗议下去之后呢，连续5天6天的抗议之后呢，大家终于知道说，原来这是一个诈骗啊！原来陕西国债哦，其实它已经30多年喽。以前大家都以为是国家的债券，结果没有想到出事之后呢，陕西市政府说不是哦，这是一个国有企业它发行的，所以你们要去找到国有企业。可是民众不答应啊，那我怎么会？我看到这个画面，我心都碎了。这一些维权的人看起来年纪都非常长，对，这代表什么事情？我当初把我的心血、把我的辛苦钱，通通投到这里面去，现在换来是什么？是这些公安直接把这些老太太、老奶奶全部都什么过肩摔啦、驱离啦。通通来这里面哦，陕西国债里面哦，高达的影响到的人大概是有6000人到7000人，但是呢，这个金额非常的大，这个金额到多少？上百亿元啊！有些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但有些就像我们画面里面讲到的，这一个人其实非常可怜啊。他说他老头死了，他把钱都存在新安市的经纬国债里面。你知道他老头是谁吗？他老头就讲她老公，她老公死了之后，死亡给付才几十万，然后呢丢进去，以为老公可以化为国债来照顾我，没有，现在取不出钱来。好，另外一个更惨的，你知道吗？90多岁的老人，他捡破烂存了19万的国债，他真的以为人家讲的国债是真正的国债，就丢进去之后呢，哇，竟然就没了，嘣一声就消失了，变成泡沫了。然后呢，在抗议的时候呢，政府给他多少钱？200元就打发了。19万的购买国债，你给我200块。对，这样你去吃顿饭就算了吗？好，那除了陕西有这种国债的一个泡沫化出现状况之外，你知道吗？陕西过去来讲有一个人叫李黑霽。李黑霽呢，他真的是以前是村里唯一的希望。我们讲说全村的希望就是他。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有一个集团，而这个集团呢，可以说就是陕西的一个荣耀。李黑霽是陕西的首富，然后他创办了这个集团，他做什么？做钢铁金属。那以前生意好不好？以前是非常的好。他把整个村庄全部都变成他的员工，然后呢带领大家一起飞。有没有好日子？有过好日子啊！过去来讲可以被称为西部一村啊。村民每个人的平均收入超过10万元，10万元是45万的台币耶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房企一倒，钢铁就跟着倒，钢铁一跟着倒，你根本这些集团就弄不出来。弄不出来之后呢，大家就像是连锁反应一样，多米拉骨头，叭，全部就倒了。所以呢，这曾经的这个宝鸡许家印也跟着房企一块倒下去。而它倒下去之后呢，整个村庄也就是没有了希望。好，那现在重点来了。为什么会这样一路倒呢？难道这骨牌要倒到哪里才是个尽头呢？现在来说的话，中国弄了一个新招了，必须加码哦。现在一定要加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在市场灌入活水。如果市场没有经济、没有活水的话，那经济就起不来。可是呢，这1兆的资金灌进去之后呢，像是打水瓢，水瓢还有啵几声哦，完全就是被稀释掉，好像都没有声音一样。最可怕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4月的新增贷款全部是暴跌的，月比年比全部都跌，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丢了这个1兆的进去吗？好，1兆怎么来的？它是降它的存款准备率，降准之后呢，银行不用那么多的准备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把钱丢到这市场上面。问题是这没有效果。再来的话，你看新增贷款为什么会新增贷款会暴跌61%呢？那就表示说大家对经济没有希望，完全不看好。你看哦，如果一个企业，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东西卖得出去的话，那我是不是要贷款，加大投资？没错，加大投资，我要新增厂办，然后呢，把这东西弄。问题是现在来讲，今年不就是关税战吗？谁敢去加大投资啊？所以你会变成一个死循环啊！大家就一起卡在里面，全部躺平，全部一起死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
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